肚子痛怎么办？到底是盲肠痛呢，还是胃痛？今天跟大家讲清楚、说明白。胡乃文开讲喽！我是你的老朋友胡医师。肚子痛啊，你一定要分清楚啊，是上腹痛，是下腹痛。假如说上边的痛的话呢，可能是胃痛，然后呢就是下腹痛。下腹痛呢，像女性的话有子宫痛啊、卵巢痛啦、那大部分的人还有所谓的盲肠或者是便秘或者腹泻的疼痛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主要来跟大家谈盲肠、腹泻还有便秘这种疼痛。宿便啊，也可能让你肚子痛。我现在来谈一谈消化道的这种肚子痛。例如啊，有一种人啊，他肚子痛得不得了，简直胀得就是胀坏了。我讲我的一个病人，这个病人呢是一个年纪轻的女孩子哈。然后有一天呢，她跟我说：“哎，我非常丢脸，做了一件非常丢脸的事。”我说：“什么丢脸呢？”她说：“啊，那天我肚子痛。”痛的时候呢，当然我们家里面就是马上把我送到急诊去啊。送到急诊的时候呢，急诊医生给我一拍了个 X 光啊，他说我满肚子的大便，只要通一通大便就好了，吃点水果当然就可以帮助排便了。可是呢，有很多人他就吃了水果也没有用，于是呢就可以用什么？每天早上喝一杯温开水啊，就适量的喝一点温水，可能就好。小腹啊，这怎么样按摩一下，也就可以让你不会那么样的便秘了。可以在手上面涂一点乳液或者涂一点甘油之类的，就是有点滑，然后从肚脐啊，以肚脐为中心哈，然后从大肠的开始段，也就是上行结肠的这开始段呢，往上这样子压啊，往上这样子一点一点压，然后稍微的揉一下，往上揉一点，再往上，一直从上行结肠这个地方从底下，然后往上越来越揉上来，然后呢，到了横行结肠的时候再横的这样子揉过去，再到下行结肠的时候再往下揉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可以使得大便呢就堆积到比较下段的时候，要排便就比较容易了。这样重复的做，每次呢差不多1分钟，然后按摩到3、4次，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很好了。可是要记住，用的太大力可能也不是什么很好的，所以呢轻轻的按压就可以了。我前面曾经做过一集讲便秘的，大家可以上去啊，再找出来看看。那肚子这个地方的疼痛呢，可能是便秘的，也可能是盲肠的，也可能是腹泻的。假如说是腹泻跟便秘这两个经常交替出现的话，这种状况呢，在西医学上可能会称它为肠燥症。其实肠燥症那个燥啊，你知道这个燥字怎么写吗？燥就是一个竹字边在一个洗澡的澡的右边啊，这个字儿呢，它就是意思就是说精神紧张、精神焦虑所产生的。那么同样的肠燥呢，就是肠子这个地方也造成了精神紧张，或者已经紧张了，或者已经焦虑了。因此呢，这个状况称之为肠燥症的，在中医来治疗的话，可以使用一个简单的一个处方。古时候的人讲有一个叫做天王补心丹的，就是治大便或秘或泻，也就是肠燥症。那除了这以外呢，也可以按穴道。天枢穴就是在肚脐旁开2寸，那么1寸就是一个拇指的这个长度哈，2个拇指横纹的长度呢，这就叫2寸，那就是肚脐旁开2寸这个地方那个穴叫做天枢穴。天枢穴是大肠经的募穴。所谓募穴呢，就是大肠的前边的穴道。这个穴呢，又可以止泻，也可以帮助排便，所以呢，这个穴道是一个蛮好用的穴道。那盲肠这个地方啊，到底它有什么用呢？其实盲肠这里啊，它里头有一些个特殊的酵素。
以及特殊的一些内分泌。那么它的酵素啊，就是酵素又叫做酶啊，是一种消化酶。那它就是什么呢？我在这个网络上面看到有些人讲，他说是一种所谓的益生菌啊，或者益生菌的这个分泌的酵素。那真的是这样子，它是有这种作用的。我还记得几十年前我在学习盲肠这个东西的时候呢，我知道它里头有一些好，它也可以分泌一种荷尔蒙之类的东西，而这个荷尔蒙的东西呢，它可以帮助你在血里头产生一些免疫体，使你能够免除外界的这种对你的伤害，那是免疫功能。那么这个，所以阑尾也好，或者说盲肠，不要随便的就去割掉。以前我们认为盲肠炎呢，就是以为是盲肠这里发炎，其实不是的。其实那个地方呢，盲肠底下还有一根小小的、短短的肠子，那一段呢，我们称之为阑尾。这个阑尾啊，它跟这个盲肠之间呢有孔洞，但是呢，它也是平时是缩紧的，所以任何东西不会掉进去。但是呢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因为运动的不得法呀等等，可能会让这个盲肠里头的也许食物，也许什么东西掉下去了。那掉下去的话呢，这个异物掉进去，然后又不能出来，因为它是一个盲管子嘛，所以不能够出来。不能出来的话呢，很可能就在里头造成发炎。那么我们一般人就称之为盲肠炎，其实它就是阑尾炎。那这个阑尾炎要是发生了的时候啊，会痛得不得了。到底阑尾炎是怎么样的一种疼痛？它跟腹泻的疼痛或者便秘等等的疼痛呢，它是不完全一样的。它只是觉得在阑尾这个位置啊，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肚脐往右边，然后下方一点这个位置叫做阑尾的地方呢，在这里痛。痛的时候怎么样呢？这个地方压到并不疼痛，可是在突然放松的时候，那个地方疼痛的不得了，大概就是所谓的盲肠炎，也就是阑尾炎了。这个时候啊，大部分人就会去找西医。到了西医这个地方呢，那大概就是没办法，就只有开刀把它割掉哈。可是万一你说，哎，我真的不想找西医给开刀，有没有办法呢？其实是有的。你知道古时候的中医啊，他说阑尾炎叫做什么名字吗？它叫做痈，叫做肠痈。他说的是肠子溃烂了的意思，那个痈的意思就是烂了，而且发炎，甚至里头有脓。那么所以这个叫做痈。中医古时候就已经懂得啊，用各种方式来治疗盲肠的毛病。例如说，我们按穴道就可以治疗啊。按穴道呢，例如说我在这个脚底，在这个腿啊，膝盖这个地方有2个膝眼，对不对？外边这个膝眼叫做外膝眼，或者叫犊鼻穴。犊鼻穴往下3寸，也就是一个手的这个4指这长度啊。这个地方有个穴叫做足三里穴。足三里穴再往下，同样的4个指头的这个长度呢，这个地方叫做上巨虚穴。上巨虚穴往上头1寸，那么这个地方有个穴，这叫做阑尾穴。你把这个阑尾穴压下去，疼痛的不得了。那大概说，哎，你真的很运气好，是被你检查出来了，是阑尾发炎了。例如说，我在我自己在临床上啊，我会看到他这个人的脉象，以及问他的状况，可以知道他是虚的还是实的。一般来说，急性的阑尾炎是实的，是实呢，你就用泻火的方式去治疗。例如有一个方子叫做大黄牡丹皮汤，就是帮助你泻在这个肠胃里头的比较来的实的东西，或者里头有一些发炎的东西，把它用泻肚子的方法把它给泻掉。那么这一个阑尾炎呢，几乎就被治好了。另外呢，还有就是当它慢性期的时候呢，人就会觉得整个人啊会发烧，但是呢自己觉得非常非常的冷。
那么这种情况呢，有一个处方叫做益以附子败将散。这个处方呢，帮助你温热你的身体，温热你的肠胃，所谓的慢性的阑尾炎也都常常因此而治好了。怎么样能够不得盲肠炎，不得阑尾炎？那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我们运动啊，大家都说运动很好，没错，运动很好，可是有一些上班族他真的没时间去运动，于是呢，都借着中午的时间呢，他到健身房里头去运动，结果呢，这一跑一跳，说不定刚刚吃下去的东西进入了小肠，然后进到了盲肠的地方的时候，还没往上走这个上行结肠出去，结果呢，就在这一跳一蹦的时候，掉到了盲肠的底下的这个阑尾去了，结果就会引发了阑尾炎。还有小孩子一吃完饭马上就又跑又跳的，这样子的话也是绝对的不好，千万不要让他跑跑跳跳，否则的话就很麻烦。可以在吃完饭以后呢，准备一些静态的节目给孩子来玩，例如说跟他一起看看故事书啊，或者一起玩玩积木啊，或者是折纸等等啊。玩积木折纸，它可以让10个手指头都在活动，而且呢10个手指头就连带了12个经络，互相也连到脑部，影响到脑部的开发。因为脑的细胞被活化了，所以呢读书会更专注更好。任何器官它之所以存在，我相信老天都有一定的，让它有一定的特殊功能，就像我们古时候的中国人所讲的天生我材必有用。那么既然是天生我材必有用，盲肠虽然是身体的一个部分但是呢有的人以为它是没什么用了，其实它还是有它存在的必要以及它的价值。那么所以呢，你千万别说轻易的就要把它割掉。今天的内容我就说到这个地方。喜欢我的节目吗？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按订阅以及加上小铃铛哦。另外，我的脸书胡乃文开讲，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推荐给大家，也欢迎大家按赞加入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